5000年，整整5000年，我活化石金善瑶，扛过数道雷劫，今日终于飞升成神了。什么情况？开门！我看见你了。欺负新神，开门啊！快开门！我知道你在呢。别挑了，不是我们不开，是太上老君他喝大了，把你的因果忘了，你还有凡尘事没了。凡尘？我一棵树哪来的凡尘？5000年前，你还是一棵小树苗。那女子投生异世，在圣朝小河村，姓温名静书，你去问问她要什么，速去速回。哎，等等，老君，我衣服还没换啊！娘，你醒醒，我再也不尿炕了。什么？我来晚了，恩人死了！报恩本是一句话的事，到我这里怎么改成无期徒刑了？老爷，我们是不是你娘了？你娘死了。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净说大实话，哄娃都不会，还当小姨呢。嗨，从前只顾埋头修炼，人情世故一窍不通嘛。差一步就飞升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带好。咱俩打个赌好不好？我赌他带不好。哼哼，我也赌他带不好。当家的，你轻点儿，那件褂子布料还行，拆了能给咱娃纳鞋底呢。知道了，你看这衣服你能穿吗？能穿能穿，这件衣服我惦记好久了。当家的，你看这炕席能不能铺鸡窝？哎呦喂，我当是谁呢？三弟妹家的穷亲戚。你说你姐都死了，咋还赖着不走呢？这2个孟家的种，我们得领回去养。你一个外人，该上哪儿上哪儿去。你胡说！我娘说让我们跟着小姨，你们是坏人！我爹死时，你们就来家里抢东西，逼着我娘一顿拳打脚踢。我爹娘刚死，你们又来抢东西，你们这是要逼死我这个奶娃娃呀！他咋说的都是我的词儿啊？我说咋这么耳熟呢？李婆子，少作点妖吧，看把邻居孩子教成啥样了。屌丝娘，你2口子做个人吧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们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把东西放下。你姐嫁入孟家就是我们孟家的人，她活着看我们脸色过日子。完了，有人在作死。呵呵，有人想挨揍。死了，他的东西就是我。哎呦！你竟敢在我孟家打人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哇哦，飞得比纸钱还远。嚯，这弧线少说能拿村口踢豆子第一。滚！哎呦，闺女啊，我知你是好人，可你毕竟还年轻，孤身带俩孩子，传出去不好听。可不，你也要为自己打算打算。你姐死了，这房子田产就该归孟家族里，你一个娘家人，霸着算怎么回事？孟家小姨，你可不能犯傻。这孩子爹妈过世，理应由族人抚养，你和他们终归隔了层关系。小姨，我就你一个亲人了，娘死前让我们跟着你。
小姨，你走吧。我大伯二伯虽对我们不好，但村里人不能见死不救。我和姐姐吃百家饭也能长大。不哭，小姨是不会离开的。对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。小姨教你们习武可好？是一脚能把人踢飞的那种吗？对，比踢飞还厉害的。我要学，我也要学。来，先把家里收拾干净。我是树，天生怕火，看到同类被劈了当柴烧。现在我真的要烧我的同类吗？小姨，你是不是不会生火？娘说小姨平时除了喝水很少吃饭，就喜欢光脚在院子里晒太阳。村里人都说小姨脑子有问题。要不咱们吃生鸡蛋？小姨，你坐在旁边等着，我煮鸡蛋给你吃。这太惨了！幸好我修炼这么深，做的也是柴火的命。只是到现在我都不明白，恩人明明可以投胎做公主，为何要把机会留给两个幼子？小姨，水开能吃了。烫，我来。怎么不吃啊？小姨，你说娘亲在地下会不会饿肚子？死人是不会饿的。完了，又说错话了。完了，他一开口，娃哭得更响了。别哭，风来了，祖宗们先喘口气儿。带不动，根本带不动。听说了吗？孟娘子死后，房子被她妹子霸占了，连孩子都没给孟家。昨个我亲眼看见，孟家大房去收拾屋子，被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金善瑶。对，就是金善瑶。孟宏德一脚被他给踹出来，给他纸片似的飞出去老远了。哎，我怎么记得孟娘子好像姓温呢？他妹子姓金，他怎么能姓温？不是一家人，能进一家门？是啊，这不对呀，有问题。安慈，娘不在了，小姨又啥也不会，以后这个家得靠咱们俩撑着了。姐，你放心，我今天一定多挖一些野菜。这么小两个娃就要自己挖野菜养家，实在太可怜了。光叹气有什么用？等会儿咱们多帮姐弟点找些好东西。我回去，不许跟着，小心被坏人抓到，把你变成狗肉、猫肉。好家伙，这小丫头居然拿这话吓唬咱们！吓唬人也没用，我们像是被吓大的吗？过来，小姨，我和姐去挖野菜，挖到了都给你吃。走，小姨带你们上山找吃的。小姨，山上危险，你不能去。那你们在家等我，我自己去。不行。弟弟，你一定要记住路，能不能活着回来就看你了。姐，放心吧。小姨，你的猫狗跑了，山里有老虎、豹子。哎呀，没事，让他俩跑去玩，说不准还能带点什么回来呢。哎，尝尝，甜的。放心，我的猫狗不一般，很多动物都怕它们。小姨，这树叶好甜，你在哪里采的？
这是我送给你们的护身符，记住，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许把项链摘下，就算洗澡也得带着。小姨，项链真好看，我可舍不得摘下来。小姨送我的，我要戴一辈子。质感都掰下来给人做项链了，这要是让老君知道来给人做项链了，你管他呢？5000年头一回当长辈，稀罕着。我好像看见蘑菇了。哪呢？蘑菇，真的是蘑菇！小丽，快点采！小姨，还是热的呢。丢了吧。小姨，咱们可不可以不丢掉？我吃坏蘑菇，小姨吃好蘑菇，可以吗？这蘑菇有毒，你不怕？这是真菇啊！这是真菇，这个是蹬腿菇，有剧毒，吃了会嘎。真菇长在活树旁，蹬腿菇长在死木旁。真菇外形，像脏了的蠕群，表面麻麻赖赖，闻起来有股蘑菇香。小姨，你咋懂这么多？小姨懂得可多了，走，带你们认识更多蘑菇去。哇！人类幼崽好聪明，教一遍就记住了。我们被嫌弃了。小姨，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吃小鸡炖蘑菇吗？没问题呀。金山瑶，谁让你抱孟家子嗣上山的？那白头山是什么地方啊？是狼窝，是熊瞎子洞，老猎户进去都得掂量掂量。你竟然敢把2个奶娃娃往那儿带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我三弟妹不在了，就留下这么点苦血，你怎么忍心害死他们？将孩子还给我，我孟家人不用你养。我本以为你是个心善的，能给孩子口饭吃，不曾想你竟带他们去送死，你心咋这么狠呢？对，你今天能带他们进深山，明天你是不是就敢把他们推下崖？我们老孟家的血脉不能断送到一个外人手里，把孩子还给我！说完了吗？说完了滚！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别以为你拿捏2个孩子，我们就不能把你怎么着了。李正，你给评评理，哪有外村人跑到咱们村抢孩子占地的道理？对，赶出去，把他赶走！别吵！金山瑶，你为何带孩子上山？打猎啊！我呸！你个手不能提、肩不能扛的姑娘，你还打猎？你瞎吗？哼，想啥呢？谁的东西你都敢惦记？这就是人类说的不作不死。你说老大会怎么整他？不知道啊。都散了吧，以后上山别带孩子，危险。李正，这就完了？那你还想怎样？把孩子接回去跟你吃野菜吗？你给我等着，总有人能治得了你。老二，走。切
下来该干啥呀？褪毛还是？小姨，我来。哎，你站一边，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。妹子，二嫂来看你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连二诊男都不叫了，亏我还想着你们呢。我娘家给的莲藕，给你们送些过来。我给你们送了藕，你们也要礼尚往来嘛。乖乖，这算盘珠子崩了本喵一脸。哼！想吃肉？你想干嘛？妹子，有话好好说，可不行动刀啊！做饭，小鸡炖蘑菇，做熟后分你一碗。啥？听不懂？听懂了，听懂了。妹子，我给你做饭，你真分我碗肉啊？能。谢谢大妹子。妹子有什么活就找我，我什么都能干的，只要给可吃的就行。家里半年多都没有吃过肉了，别说是肉了，好久都没有吃饱过肚子了。别说这娘们人不太行，饭做的还挺香的。那是不是以后我们都不用吃生的啦？怎么不吃？没熟。小姨和娘一样，为了让我和弟弟吃饱，竟然都选择饿肚子。现在娘不在了，我们不能再没有小姨了。小姨，你吃。好吃，你们快吃吧。小姨，大伯、二伯他们都欺负我们，你怕不怕？山里的狐狸从不和对手硬碰硬，大房、二房总合起来欺负你们，咱们就让他们狗咬狗。我们可以让他们互相猜忌，这样我们只要看着，岂不省力？所以要读书，读书可以让你们变聪明。等小姨有钱，就送你们去私塾。小姨是逃难来咱家的，哪有钱送我们读私塾啊？不行，小姨，我们不去私塾，上私塾要花好多钱。小姨，我们不喜欢读书，不去私塾。私塾这么可怕？不过不想读可不行啊，我是来报恩的，不能让这俩耽误我飞升之路。妹子，听说你们捉了一头野猪啊，需要帮忙吗？做好吃点，下水都给你。妹子，你这里还有这么多肉，天热了吃不完会坏的。那怎么办？用盐腌呐，放在通风处，再用树枝烘烤，保存1年都没。金山羊，你个骗子！你根本不是老三家的妹妹，还不滚出来！你拉我做什么？那金山瑶根本不是安芷和安慈的小姨，那是个人贩子。哎呦，这事你别掺和。金山瑶真是人贩，被官府抓走，那灶房里的肉就是我家的。如果不是，那二房没掺和，靠着给大家做饭也能熬过荒年。他真的是我小姨，他不是骗子。官爷，知县还在县衙等着咱们呢，快将这个女人带走。你们不要抓我小姨，我小姨不是骗子，她真的是我小姨，我娘亲口说的。你们别动，我来。金山瑶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什么？这女子的力气怎么这么大？哎，本朝律法，稚子幼童心智不坚，不可入公堂，免得惊惧失言，干扰司法。不哭，小姨去就回。
将家看好。若我回来发现少了一砖一瓦，拿你试问。我看见，我咋看呢？我看不住啊！保住2个孩子，莫要失了性命。现在去找牙婆，将这个死丫头卖了。小姨，小姨，真是作孽啊！这可是他亲侄女啊，小心报应。你若敢卖我姐，我一定跟你们没完！分不清姓氏的蠢货，再用这种眼神看我，小心我把你也给卖了！你还不走？真打算当看门狗？大哥，安侄咋说也是老三的孩子，卖了不好吧？哼，现在装好人了。老三死时，你抢东西比谁都欢。老二，跟我一起进城，你去找牙婆，我去弄死这骗子。二伯母，我给你采蘑菇，你可不可以不卖我姐姐？二伯母，我上过山，知道山路怎么走，山上有好多野果子和蘑菇，我带你们去。让开！大嫂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看你怂的，你不敢拿别拦着我动手。哼，等你那个小姨关进大牢，你不想踩也得踩。哼，不是要采蘑菇吗？走，带我上山采蘑菇去。采不到蘑菇，看我不扒了你皮！大伯母，只要你不卖我姐姐，我天天给你采蘑菇。是，等金善瑶关进大牢，你想不采都不行。哼！唉。青天大老爷明鉴呐！小民孟宏德要告那恶妇金氏，他冒充我弟媳秦美强占家产，拐带。拐带个屁呀！那2个小崽子谁爱养谁养，老子就是要那3间房和5亩地，我都和牙婆谈好了。我那侄女长得漂亮，能卖10两银子。老三家的还想送我那侄女读书啊？呸！他爹都没考上秀才，他儿子能好到哪儿去？我打算留下他做长工，一辈子给我卖命。不，老子就是这么想的。呸！畜生！就是听我说，不要打他板子。至于金善瑶是真是假，关我屁事！正好借你老的刀把他砍了，敢阻止我发财，活得不耐烦了。大胆！不是的，这不是我要说的话。我明明调查清楚了，温静书那孩子命苦得很，从小吃百家饭长大的，哪有什么亲妹妹？金善瑶就是个骗子，我有理有据的，不愁捏不死金善瑶。可我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？孟宏德撬名媛果实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我家人捉拿归案，他转头就改了口供，只是拿我当猴耍呀！死肥猪盯着我做什么？我刚才说的句句属实，孟家老三死了，财产就该平分。还翻户籍，你除了会吃，会审案吗？来人，拖下去，杖刑时！死肥猪，
你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打我，你这官职是买的吧？哎呀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！妖孽，定是你使的手脚，狗官，你眼瞎吗？没看见他在笑吗？打！给我狠狠的打！蔑视律法，咆哮公堂，辱骂朝廷命官，给我打！你和温静书是什么关系啊？他是我恩人，曾救过我的命，临死前将2个孩子托付给我，这事2个孩子可以作证，小河村李正也是知道的。想来孩子的母亲知道，这大房不是个东西。既然是临终托孤，还有重任，这孩子就该养在你名下。至于田产，哼，我从小就怕，最讨厌别人叫我死肥猪了。你这个刁民简直找死！来人，将孟红忠名下财产全部过继到孟安慈名下。退堂。没想到山上有这些好东西，早知山上没危险，早该上山了。早这么有眼力劲儿，你大伯还能卖了你们？真是棍子不打在身上不知道疼。老三家的长得一副狐妹子相，连带2个孩子也有几分姿色，灾荒年间竟没将他们饿死。哼，知道错就好，去把蘑菇洗了。知道了，大伯母。大伯母，蘑菇洗好了。大伯母，问好后，我能喝一口肉汤吗？大伯母，我也想喝肉汤。你个女孩子喝什么肉汤？想喝以后去你主家喝。我就说讨好没有用，大伯母还是想卖了姐姐。滚滚滚！别站在灶房碍事。表现不好，别说肉汤了，水都不给你喝。大黄哥，你说那小家伙知不知道他们采的是毒蘑菇？可能知道，也可能不知道。小孩子记性没这么好。那就是不知道，肯定不知道。那你说他这么紧张干啥？你不怕揍？主人揍你的时候，你不是跑得比兔子还快？兔子没我跑得快，好吧？你羞辱谁呢？安芷、安慈，你们过来。二伯母，拿去房后吃，别让你大伯母看见。二伯母为啥给我们吃屎？她不是不喜欢我们吗？你小姨若回来，可别说我苛待你们，知道不？原来是怕小姨回来打她啊！香，真香！你这孩子走路咋没声呢？是娘偷吃好吃的没听见罢了。娘，我听村里人说孟安慈小姨是骗子，有这事吗？大人的事儿你少管。你姐呢？在河边摸蛤蜊。我听堂弟说他娘弄猪血块了，就知道咱家也做好吃的了，只是没想到是肉。
还是我儿聪明。好了，别在灶房围着，等你爹回来，咱们就开饭。哎，娘，我再吃一块，我好久没吃肉了。早听说孟安慈小姨有一猫一狗，能上山打猎，我早就想要了。把狗给我。连皮都没碰，嚎什么？娘，这狗咬我！好了好了，10来岁的孩子还流口水，丢不丢人？娘，我也不知为什么他自己留下来的。行了行了，去玩吧。大黄和小梨是小姨留下来的，一定不能让他们吃了。大嫂，牙婆找来了，安芷呢？快带她出来给牙婆看看。咱不能被卖，得把脸弄花。对。躲在身后那个就是孟安芷，你别看她小，长得标致，再大些就能替你们挣钱了。好漂亮的一个女娃娃，养几年定是楼柱子。一个娃娃能看出什么模样？10两银子亏了。你能做主了，大哥还没回来，你敢和牙婆讨价还价？等大哥回来再说。就是大哥让我卖的。金善瑶参决结果如何，我还不知道。这样无罪释放，过来找我要孩子，我拿什么给？不行，今天死活不能卖。孟红毅，你走的这2天都是金善瑶给孩子吃食，你就不能等等结果吗？老二家的，我就说你哪来的肉，原来真是金善瑶给的。你敢和他走得近，我一个土疙瘩都不会给你。臭婆娘，竟坏老子好事！行了行了，都别吵了，今儿个我吃点亏，10两就10两。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姐！哟，4岁的小娃娃拿着树枝子威胁人，哎呦，真是太搞笑了。哎呀，这样吧，这个男娃娃我也要了，也给你们10两，如何？怎么好像看见无数个小人在眼前飘啊？不行，男娃要50两。大嫂，你在抓什么呀？小人儿啊！你们没看见有小人吗？羊角风，这是羊角风！啥羊角风啊？这是中毒了，快去找郎中啊！我这就去找郎中。孟老二，你侄子口吐白沫晕倒了，快去找个郎中看看。桂花，快找郎中！大嫂，你醒醒啊！哎，邓家的，你等等我，看遭报应了吧？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呀！狗哥，你最近越来越有学问了。哼。嘿，孩子莫怕，婶子不是坏人。婶子这儿有糖，你们跟着婶子走可好啊？婶子家有饭吃，有好看的衣服。我就没见过如此难搞的小孩，油盐不进，说啥都没用。还有那猫狗，我一走近就呲牙咧嘴的。你们是哑巴吗？说话呀！你说谁是哑巴呢？你说谁是哑巴呢？小姨，
谁打的？你完啦！主人开始兴师问罪了。主人让我俩看着的，咋能都怪我？我是猫，我白天要睡觉的，谁让你见到隔壁小母狗就巴巴的凑过去的？哼，就那一会儿功夫出事儿了吧？是大伯，是他打的，可疼了。还有我二伯，他要卖了我，这老婆子就是牙婆。不关我的事。不是说俩孩子的爹娘都死了吗？这怎么还冒出个小姨来？哎呦！哎呀！妹子，是老大家要卖他的，不是我家，我还阻止了呢。不信你问问他们。我不是让你给我看家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妹子，我家也有孩子，我这不是想一起照顾吗？绝对不能得罪金山友，他是个有本事的，能在白头山自由进出，还能打到6，挑担真沾光，在荒年间就不会饿死。你不能走，郎中说了，我媳妇和儿子是吃毒蘑菇中毒的，你不能走。知道孟家小爷有本事是，只是没想到力气这般大。你以为呢？咱家主人可是修行万年的树精，1000年不是万年。瞎说什么大实话呢？真招人烦！完了完了，有人又要倒霉了。哪只手打的？右手一巴掌下来，我就磕在灶台上，现在脑袋还晕呢。姑奶奶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打孩子，求你把酒拿下来吧。小姨，我娘头七还没过，他们就打我，还要把我姐卖了。我这没娘的孩子最可怜的。幸好主人没反应过来，是我们保护不力，要不你我也得挨揍。得了吧，是你不是我。要不我去提醒一下主人。哎呦，看着都疼啊！你做个人，做只猫吧，狗腿子的事情你也干。小姨，我造孽呀！孟娘子这才走了几天，尸骨未寒呢。大方出来主持大局，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哎呦，主持大局难哟！孟娘子不知从哪儿冒出的妹子，念声不语的，手段狠着呢。你看那俩孩子被她哄得一愣一愣的，亲伯父都不认了，这叫什么事儿？孩子，哼，孟老三这俩种算废了。咱们庄稼人啥都能忘，就是不能忘本。哼，连祖坟都不认的人，还能算个人？以后村里的娃离他远点，甭被带坏了。明明是他们要卖我姐。你这孩子喊这么大声做什么？你大伯也是为你们好，灾荒年月能寻个吃饭的去处，是多么不容易呀！够了！官府判决，孟安慈和孟安芷从此以后归我抚养，孟家3房田产皆过户在孟安慈名下，以后与孟家大房2房再无关系。还有，牙婆就在后院，谁家孩子没地方吃饭，快些送去，别在这耽误时间。现在说说你媳妇儿孩子中毒的事吧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媳妇儿孩子中毒和你无半点关系。听见没？孟家中毒和我孩子没关系。再让我听见一句诋毁我孩子的话，我打烂他的嘴。小
小姨，咱家肉还在孟家灶房里。不认祖宗的他白眼狼，跟了金闪瑶就能彻底摆脱孟家了，想得美！啥肉？我不知道呀。唉，看来是奏轻了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这关我啥事儿？小姨，小姨，你打我们吧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大黄，带上猪腿，咱们回家。滚！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现在就把王桂花休了，否则别认我这个哥哥。咱家的，你不能休我，我还给你生了2个孩子呢。大哥，我婆娘也没干什么呀。你让她滚出孟家，我不想再看见她。你不在家，都是娘给我们找吃食，她还在锅里给你留了猪血块，你不能休她呀！大哥，咱们已经分家了，我休不休妻不用你管。老二，你不休了他，以后别叫我大哥。大哥，你非要我妻离子散吗？我和你忙前忙后，2孩子只吃1碗肉。大嫂就扬言一个土疙瘩都不给我。与其我休妻，不如你休妻吧。蹬腿菇炖野猪肉，亏你们想得出来。小姨，他们要卖了姐姐，还想弄死你。对，毒蘑菇是猫猫采的，和小主子没关系。对，是我和狗子哥采的，跟小主子没关系。你可真狗啊！小姨，如果你出事，我们也不想活着。孟家大房、二房欺负你们，你们反抗是对的，但不该将自己搭上，所以必须罚你们。我一棵树，哪知人类幼崽怕什么？孟安芷、孟安慈，我决定罚你们去私塾。小树不修不直溜，人不修理肯啾啾。你们不是不想读书吗？哼，读不服你。老实在屋待着，我去给你们烀肉，吃饱喝足就送你们去私塾。村里没人送女娃去读书，没想到小姨竟然要送我去读书。姐，你说小姨生气了吗？你傻呀，都给咱们炖肉去了，能生气吗？再说谁气会给孩子送私塾去？小姨这是在夸咱们呢。小姨夸人时都不笑，怪吓人的。娘曾说过，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，也许小姨夸人时就不爱笑呢。我知道你们出来议事，对这没什么感情，但你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挨打呀。他们若是有个好歹，咱们别报恩了，收拾收拾回原始森林吧。这虽不是咱家，但咱们要在这住上10几年，也许会更久。我希望你们能尽快适应。主人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我一定会保护好小主子的。
还挺香。明天再去山上打只傻狍子，听说傻狍子肉比野猪肉好吃，夫子应该能喜欢。主人这脑子拐的也太快了吧！明天的狍子让傻狗去打。你们呀，斗了几千年了还斗，真是一对冤家。小姨，你不是教我们习武吗？小姨，你不是教我们习武吗？抓猫就是习武啊。哦。小黎，你太坏了！等我抓到你，有你好看的！小幼崽还想抓我？做梦！当家的，我今天去白头山上可长见识，白头山上的野果子、野蘑菇数不胜数。你们还好意思提蘑菇？若不是铁头提前吃，咱们现在都得去见阎王。我看着和真魔一样呀。行了，快把药喝了。那白头山上真有你说的那么好？当然了，金善瑶有啥本事能打猎呀？还不是因为山上猎物多，洪水只淹到山脚，山上植被一点没受影响。咱们找老猎户带路，也去打头野猪回来，卖给村民，能挣不少钱呢。说不是个好的，他的妹子也不是个东西，长得妖里妖气，看着就不正经。哼，妖里妖气？难道武装不像是？家里房子年久失修，无论是卧室还是灶房，只要一下雨就会漏。小姨，大晚上不睡觉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下雨了，房子漏水。人类幼崽就是娇气，风吹不得，雨淋不得，不像小树苗，不管下多大的雨不怕。今天雨小，屋子没漏。小姨，你修房子了？不对，咱们天天在一起，你修房子我怎能不知道？当然不能告诉你，我是用法术封堵漏水孔的。今天风向避开漏水点了，快睡吧。等小姨有钱，将房子推了重新建，让你们睡个安稳觉。三更半夜不睡觉，你在这给我熬呢？温度差不多啊。娘亲当年受了风寒，先是胡言乱语，再到卧炕不起，最后没熬过去走了。我怕小姨也得这病，看来没有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去山上打新猎物，给你们教束修。一会儿我将你们送到隔壁李奶奶家，你们在家等我。小姨，
你自己上山我不放心。小姨，我们会乖乖等你回来的。好乖啊，在家等小姨。小姨回来给你们带山梨吃。婶子，让你费心了。啥费不费心的？邻里之间住着，不就搭把手的事儿？你上山小心些。知道了，婶子。主人不爱我们了，以前走到哪里都带着我们。你个傻狗！现在主人有了牵挂，他让我们帮他守护最珍贵的东西呢。一头野猪，一只傻狍子怎么能满足我？我要大展宏图，势必在8年内将2个孩子养成龙凤。狍子肉能吃，梅花鹿能卖钱，听说老虎皮最值钱。这些动物我要全部拿下。哇，是雷法！金善瑶，下凡报恩，滥用灵力，是怕巡天境照不到你吗？若因你之过，致使你我事情败露，老夫最多落个监察不力的训诫，罚俸思过。而你数千年苦修必将毁于一旦，打入轮回都是轻的。从今日起，给我收起你的神通，老老实实报恩。天杀的太上老君，咋说咱们也认识1000年了，你竟拿雷劈我！我叫你喝水噎死，走路摔死，生娃没屁眼！你下凡不过片刻，怎变得如此粗俗？哈哈哈哈！金山瑶啊，金山瑶，你做损事太多，连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。我堂堂一棵飞升成神的老树，天人欺负我，凡人也欺负我，真当我没脾气吗？放！孟家小姨，他嘴贱，你就放过他吧。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这句话在孟家展示的淋漓尽致。难道真如孟宏德所说，金闪瑶贪图孟家财产，被老天爷惩罚了？刚才空中炸雷，猫狗便不肯待在院子里。要不是我和弟弟在，他们恐怕已经冲上山了。难道是小姨遇到危险了？不会，小姨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汉慈，你看那是小姨不？错不了。她刚来咱们家时就这身打扮，只是上个山，小姨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？咋弄的？你的一切不都过了吗？咋还劈你？伤哪儿了？你脸色不太对。太上老君那不要脸的，说我滥用灵力，咔咔2道雷把我灵丹逼裂缝了。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老谋咔嚓眼，胡子拉碴鸡一大把，天天满3界晃荡，跟个街溜子似的。明明报恩能提前，却任他喝酒误事，如今窝在凡间养孩子，何止是头啊！你好生养伤，家里猎物我包了。太上老君也算我半个师傅，我还是一棵小树时，是他时不时过来看我，教我识字看数，跟我说道，传授法术。老东西，我就知他不是好人。你先报恩再渡雷劫，现在都有神位了。如今呢，咱们虽飞升成功，却要偷偷摸摸窝在凡间报恩。等回到天庭，看我不咬死他家坐骑！完了，老君的那头青牛将来要倒霉了。呀，
焦黑养得白白的，这转眼的功夫又打回原形了。不小心被雷劈了。啥？你被雷劈了？幸好没受伤，快进屋洗洗。哎。以后打雷下雨，让小姨躲远些，免得再被雷劈。哼，大伯真坏，在村里到处说小姨坏话。他都说啥了？小姨，你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，你才不是妖怪。若我真是传说中的妖怪，你们该如何？那我就把小姨藏起来，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完了，我这坚硬的树心好像动了。李翠娘，你家臭蛋凭啥修铁头头发？头皮都给薅红了。你倒好，我家里装看不见。吵架第28条，中气要足，声音要大。明明是你家铁头先抢臭蛋的弹弓，还推我家臭蛋，咋还成我家的错了？吵架第28条负，对于气急败坏的疯狗要淡定住，这叫冷暴力。抢弹弓也不该揪头发，我家娃多大，你家娃多大，就不能让着他吗？哼，大2岁就得让着。照这说，你大2岁就得让着。这么说你抢我家鸡，我还得笑着给你呗。你先把这脑子给我塞在那怎么样？小姨，锅好像糊了。安芷、安慈，吃饭啦！哎，姐，这能吃吗？还是吃吧，不然小姨会难过的。唉，也是，小姨能做成这样就不错了。吵架吐字要清晰，嘴皮子要快，声音要洪亮，不要讨论对错，不要讲理，因为对方不会听。打猎卖钱是不行的，我得想其他办法挣钱。你们说做什么能挣钱？卖药材。我娘生病时，请郎中上门要50文，郎中开药方要70文，最便宜的药150文，而且只能喝4、5次。我想娘了，娘为了省钱，每次都将药熬到没色才扔。我要早些认识药材该多好，娘也许就不会死了。透气和白天烧的纸，又不知道娘吸收到没。对啊，我可以采草药、采蘑菇挣钱啊！山上植被我了如指掌，那不就跟金字塔园子一样吗？好，明天一早就带着你们上山采药，顺便教你些药理知识。小姨，灵芝。小姨，这么大的灵芝能卖不少钱的吧？5年以上的灵芝是木头，不值钱。小姨，你干什么？快放我下来！哇，小姨，我也要举高高。什么举高高？把树上的猴头菇给我摘下来。
小姨，树对面还有一个，你帮我摘。你失宠了，以前这些都是你的活儿。你个傻狗，有人替我做，我乐得清闲。我才不做高敏人群自我内耗呢。作为一只喵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好看呢？哇！小心烫。谢谢小姨。小姨，你不吃吗？鞋坏了，怎么不和小姨说？我这鞋还能穿。小姨，走！别动。自己受伤都不在意的主人，对这两只人类幼崽可真好。你嫉妒啦？我才没有呢！小姨给你上点药，一会儿就不疼了。怎么哭了？我是不是弄疼你了？小姨，这鞋是我娘做的，我舍不得脱下，我怕一旦脱下，就再也穿不到娘做的鞋了。你们在长身体，鞋早晚得换。话还没说完呢，你们咋又哭了？你们可以把鞋洗干净，珍藏起来，什么时候想娘了就拿出来看。小姨，那我可以把娘做的衣服也收藏起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家里所有东西你都可以珍藏起来。房子也可以吗？我不想推了重建，那都是爹娘一砖一瓦建起来的。我好像错了，我只想给孩子最好的，让他们快些长大成人，我好回天上做神仙，却忘了他们是人，人是有七情六欲的。对不起，是小姨不对。等卖了药材，咱们找人修缮房屋，可好？那还建大房子吗？不建，咱们就住在老房子里。你们以后有什么话别藏在心里。小姨是个木头脑袋，有些事情想不通，反应慢，你们要和我说。我不会做你们不喜欢的事情，尤其在你娘亲的事情上。好，以后我们什么话都跟小姨说。对了，小姨，你脑子笨可以问安琪，她脑子聪明，无论学什么一遍就会。其实我也没那么笨，只是长久生活在原始森林，光长岁数没长见识罢了。此药名为白头翁。臭蛋，你去哪儿了？不要吓奶奶呀！臭蛋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臭蛋丢了，李正太人找了一下午，你不知道？我今天上山了，不知村里发生的事。将火把都点上，咱们进山看看。大晚上的上山，不想活了？哎，是啊，这都找一下午了，估计臭蛋早被拐子抱跑了。老天爷呀，你还叫不叫我活了？我就这一根独苗苗啊！娘，你能别添乱吗？都是你这个丧门星，打你进门就看不上臭蛋，后娘果真没一个好东西。你把我孙子还给我！娘，这人说话得讲良心，打我进门就拿臭蛋当亲儿子一样疼，你怎能如此揣度我？行了，都别吵了，现在找孩子要紧。孟家小姨，你对山里熟，你带我们进山找找。有比进山更高效的方法，就是和白头山植物沟通。可我不敢大量动用灵力，怕灵丹裂缝再次扩大。主人不可以，你的灵丹还没修复呢。主人，你还想不想成仙了？孟家小姨，我知你是心善的，我求求你帮帮我吧。我年岁大了，不知活哪天，
就想守着我孙子。你求他都不如求我。咋说咱们也认识10几年了，他才来村子多久啊？说不定臭蛋儿就是被他卖了。闭嘴！婶子，不瞒你说，自从我被雷劈过，就开天眼了。你等我进屋算算，也许能找到臭蛋位置。我亲眼见金山瑶被雷劈过，错不了。你看见他被雷劈，你看见他开天眼了？我看他就是不想进山救人。还开天眼，我看就是遭报应了。不愿意进山就说不愿意的，我们还能拿刀逼你不成？哼，何苦编神呀鬼呀的骗我们，倒耽误了找孩子时间。闭嘴！你们这群瘪犊子，不够你们爸爸的了。该干啥干啥去，我没空陪你闲扯淡。哇哦，主人你这也太帅了吧！我就说看书有用吧，这样子就打赢了。臭蛋往南走了，我看见他在西边。往南走50米，再往西走70米，那有处废弃的房子，臭蛋掉进地窖里了。那不是王寡妇家吗？王寡妇都死多少年了，她去那儿做什么？娘，你是不是傻呀？那我们都找好几遍了没人，金善瑶就是在骗你。还真找到了。金善瑶真开天眼了。翠娘，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啊！臭蛋呐，你倒醒醒啊！臭蛋在地窖待时间长了才会昏迷，大家离远些，不要围着他。金山瑶，你安的什么心呢？村里人都在为臭蛋着急，你却不让大家靠近，是想眼睁睁看着臭蛋死吗？我能救臭蛋，但你要给我们做1个月的饭。金山瑶，你还是不是人了？生死关头提要求。哼，爱谁救谁救，我小姨不救了。孟家小姨，我给你做1个月的饭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孙子吧！不许接！你们太过分了！哎呦，这针法熟稔精准，老夫彻底心服口服了。臭蛋呐！你吓死奶奶了！指不定是这孩子命硬，跟他扎针治病半点关系没有。以往内丹受损，没几年好不了，这次怎么这么快？是不是只要我做好事，内丹就能全面被修复？我明天找人再试试。婶子，你来怎么不叫我？哎，你昨儿个忙到后半夜，我不忍心叫你。我家昨儿个买了点米，正好给你们熬粥喝。这菜我也摘好了，等你洗漱完就能吃饭。婶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家里粮食不多，你都拿给我，臭蛋吃什么？你昨儿个救了臭蛋，1文钱没收，只让我给你做1个月的饭，我这于心不忍，总觉得占你便宜了，拿点东西，我这心里能舒服些。婶子，井里有鹿肉，你看着做就行。哎。
李婶子，坐下一起吃吧。我早上吃过了，你们吃，等你们吃完，我再过来收拾。哎呦，这肉可太香了，再待下去，我真的忍不住了。原来这就是粥的味道。哇，真香啊！人类的食物真好吃。要是能天天吃到色香味俱全的饭就好了。这有什么难的？等咱们挣了钱，让李奶奶天天给咱们做饭。3个字2种树，是个好名字。咱们要进城喽！耶！啊，小姨，你快看，这个士兵好高啊！小姨，你看马车！哇！小姨，你看这个房子就这2层，咱们村都没有。小姨，小姨，这个人会喷我！这就是人间啊！看你那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天上的宫殿可比这里好看多了。你还不懂人间的美妙。客官，需要什么药？小哥，你铺子收草药吗？不知姑娘卖的是什么药？黄芪、五味子、灵芝、鹿茸、人参，还有……姑娘，这里不方便说话，你随我来。姑娘，稍等片刻，我这就去找掌柜。小姨，快起来！啊，啥贵？这房子比李正家里的都好，这地方不是我们该来的。若不是卖草药，恐怕一辈子都不会进来。松木椅子哪儿贵了？哦，不贵吗？这房子没一棵树比我值钱。哈哈哈哈哈！姑娘说笑了，人当然比木头值钱了。这话不赞同啊！我咋就没人值钱了？这不是搞物种歧视吗？在下姓秦，姑娘可叫我秦掌柜即可。在下可否看看姑娘带来的人参？糟蹋了，糟蹋了！那人参少说有90多年，拿到京城能值不少钱呢。还有这鹿茸，是我这几年见到过最好的，灵芝歪歪扭扭扔在地上，都是粉。猴头菇。啊，药铺也收蘑菇吗？哎呀呀，这猴头菇可算是山珍海味了，那是能做贡品献给皇上的。姑娘，这猴头菇我要了，你开个价。掌柜，咱们还是先看看草药吧。你带来这些草药我都收了，伙计过个秤。五味子100文1斤，黄芪1两1斤，人参200两银子1两，你看怎么样？姑娘，普通人参10两银子1两，你这人参约莫100年，200两银子1两是我能出的最高的价了。鹿茸10两1斤，灵芝呢是16两1斤，怎么样？行，按掌柜的来。姑娘，你这猴头菇是打算卖多少啊？哦，不卖了。啥？哎，姑娘，你这猴头菇品相好，个头大，卖给我不会让你吃亏的。哎，掌柜，实不相瞒，我想留着给孩子吃。这姑娘莫不是脑子有病啊？这么好的猴头菇竟然给孩子吃？你不卖，带来做什么呀？猴头菇山上不常有，我带下来看看价格，便宜就卖了，贵就留着自己吃。我没听错啊，哪有贵的给自己留着吃的道理？掌柜的，一共1700两。这都是好东西啊，拿到京城能翻2番。姑娘稍等，我账上呢没这么多钱，我这就去钱庄取。伙计，上一些茶点。小
小姨，1700两够咱们坐几趟牛车的？够咱们买头牛的了。牛多贵啊！小姨挖1天草药就能买牛了，怪不得郎中开的药贵。不许跟别人说咱们挣了多少钱，知道吗？小姨，我们又不是傻子。小姨，我们不吃猴头菇，咱们卖钱吧。傻呀，皇帝都吃的好东西，等人自己留着了，只有不值钱的才卖给别人。娘不是这么教的呀。为啥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呢？哎，银票额度大小都有，省得你再去兑换了。哎，姑娘，往后你再遇上好货的话，可别忘了来我这儿。掌柜放心，以后我会常来卖草药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慢走。去弄定下这姑娘的来历。是掌柜的。小姨，咱们不买牛了吗？牛是顶重要的，能耕地，能拉脚。我们还小，干不了活。等来年开春种地，牛能帮上大忙。买，不过要先换身衣服。好漂亮呀！我没见过这么多漂亮的衣服。哎，哪来的穷要饭呢？别摸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你喊什么？嫌你嗓门大呀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就敢往里进？就这一件衣服，够你们干1年的了。人类作灶多半是脚底漏风。哦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这儿还有个人呢，不好意思，没看见。这里衣服确实不咋地，摸了会脏手。小姨领你们去别的地方看。主子现在好像变了，但是我说不出来哪里变了。他以前像树呆呆的，现在像人伶牙俐齿，傻狗。穷鬼，啥地方都敢进，也不看看对面什么档次。哼！姑娘需要些什么？小孩衣服各拿5件。好的，您稍等。姑娘，你别看这颜色暗淡，但布料细腻，不磨皮肤，小孩子穿正合适。我从没摸过这么软的衣服，只是这价格，我从没穿过红色衣服，这套衣服好漂亮。都要了，再找5双鞋过来。小姨，细水长流，细水长流呀！别皱眉，跟小老头一样，都不好看了。说也说不通，拦也拦不住，只能无力叹气。也不知1700两买完衣服还能剩多少，看来我要多挖些草药才行。姑娘，你看看这几件衣服还有鞋，这鞋是千层底，着地面是粗布的，内面是细布的，鞋面是丝绸的，穿着又舒服又软。老伯，我人小长得快，穿粗布面就行。哎呦，你才多大呀，就知道人小长得快了。拿细布面的吧。哎，好嘞。哦，很可以装在背篓里。旧布，我就要让对面看看，有钱也不在你家花。真是同人不同命啊！狗有时候可以是狗，有时候也可以是牛马。小姨，你会赶牛车吗？不会。那我会揍，揍几下牛就学乖了。小姨也是，买包子就买包子，还把人家蒸笼也买了。
还别说，抱着蒸笼吃包子的感觉真好。生活上所有难题都能在书上找到答案。哎，听说了吗？赵府公子丢了，至今还没找到呢。听说了，听说赵夫人都疾病了。哎，这修复灵丹的机会不就来了？这是啥意思啊？我堂堂一棵银杏树，竟然被人嫌弃了？姑娘，还望稍远一些。男女有别，岂容如此逾矩？听懂了，果真嫌我离得近。敢问公子，赵府公子真丢了吗？这还有假？都丢3天了，赵民警都快急疯了。请问公子，赵府怎么走啊？哦，朱公大门前有俩石狮子，就是赵府了。你以后也离树远些，他们也不喜欢你。唉，不是小少爷，不是小少爷。去告诉你家老爷，我知道你家小少爷在哪儿。啊，你真知道我家少爷在哪儿？你们留在外面守着。大大小小见过不少人，像这女子这般淡定，还是第一次见。怕是有真本事，可不能怠慢了。赵府院子比李正家还大，就连门窗都刷着朱红漆，我们可惹不起。但愿小姨不要惹祸才好。姑娘，你知道我儿子在哪儿？哎呀，你到底知不知道啊？卜卦寻人，100两。给我打出去！你们别急！不，这人得说翻脸就翻脸。牛，我家牛，把我家牛放出来！放出灵力，连接赵府之辈，听小少爷去向。你可看见赵府小少爷去向？哪儿来的花花草草，敢如此和我说话？叫桂花大爷！哎呦！哎呀，我去你大爷的！千年老树能让棵百年树苗欺负了？上神息怒！上神息怒！我见过小少爷，他被柳姨娘带走了。继续。上神，他们出府了，你不如问问府外的树。你真能算出我儿子在哪儿？城西仓库，库门上写个文字，府中有内鬼，别让任何人知道。看好他，走。啥意思啊？看好我？哼，我叶文钱还没拿到呢，你们轰我走我都不走。我家牛中人质了。
大师，多亏你帮忙找到我儿子，方才怠慢了，带下赔罪，请大师府中一叙。大师，您说我家中有内鬼，可否明确告知，赵某愿出双倍价格？我只做寻物找人的活。若晚一步，在下怕就见不到犬子了。内丹裂缝又变小了些，只要继续做好事，内丹修复指日可待。到时我又是一棵金灿灿的银杏树了。就是个老古董，啥也不懂，常年窝在树坑里，光长玉不长见识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乡下来的暴发户。大师，这树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树克你，砍了吧。以前不迷信，经过这件事，彻底相信鬼神了。来人，把这棵桂花树砍了当柴烧。这一天跟做梦一样，我们去了大城市，建了好多房子，还吃了肉包子。姐，以后我也让你和小姨住上大房子，像赵老爷家那么大吗？比他家还要大。小姨，1文钱等于多少两？1000文等于1两。怎么，安慈想学算术？5文能进一次城，2文能吃个肉包子，1000文能买多少个包子呢？算不过来了。小姨，我学。你这是干什么？现在家家都不容易，快把肉收回去。婶子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啥事儿啊？婶子，这生肉放时间长了发臭，听说用盐卤上会好些。可是我不会，想请婶子帮帮我。哎呦，我当什么事儿呢？这肉啊，你别洗，沾了生水肉容易坏。看见没？就这么搓2下。将盐抹均匀后，放到阴凉处。这就完了？那你以为多难？哎呀，行了，邻里邻居住着，这点小忙不用送肉。哎呀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我那小孙子呀，见不到我，晚上不肯睡觉呢。安慈，出发啦！怎么不做啊？小姨，我怕把新衣服弄脏。请大小姐入座。小姨，你说夫子会喜欢我们吗？当然了，你们这么聪明漂亮，夫子当然喜欢。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小姨，我给同窗带的烤蘑菇忘了。都带了，一样没落。夫子若问我问题，我该怎么回答？到啦，该下车了。夫子好，好。姑娘哪里人呢？小河村的，知道韩夫子教的好，特
特意将孩子送到你这儿启蒙。眼神清明，站姿笔直，毫不怯懦，是个好苗子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孟安慈。小河村的孟宏德、孟宏毅和你们什么关系？他们是我大伯和二伯。我们私塾已满，请回吧。我瞧那屋内空旷，上有5、6副闲置桌凳，不知怎说满了。交给小姨。你开私塾不就是为了挣钱吗？这路腿够不？不够，我还有银子。你简直侮辱4文！我辈读书人自有风骨，岂容你在此用铜朽玷污？那你开私塾不收钱吗？你这世间女子果真胡搅蛮缠。你真要我把话说明是吗？一个连血脉情缘都能下手，与禽兽何异？老夫读了一辈子圣贤书，还没学会驯兽的本事。是他们抢我家财，还要卖我姐姐，你咋不说他们是禽兽？看见没？不堪教化。我看见个屁！你个老不死的，牙都掉光了，怎么还不去戒严啊？我诅咒你生孩子没屁眼，生儿子没屁眼，生女儿也没屁眼，全家都没屁眼。粗俗，粗俗！小姨，我不想去私塾了。咋了？被人骂2句就退缩了？出息！去县城找最大的书院，我就不信了进不去。树的一生要经历很多，小时被大树欺负，要想活命，就要将树根往地下扎。地下有石头，有蚂蚁，还有大树根。小树要躲过这些，才能吸取养分。再大一些，树枝就会乱长。为了长成棵参天大树，小树每天都要挺直腰板，丝毫不敢懈怠，否则就会成棵歪脖子树。等长到和大树匹敌时，就开始真正的厮杀。你看2棵树站在那里不动，其实地里树根打得你死我活。与此同时，还要防止人类砍伐。若房梁还好，能留个全尸；若被碎尸万段做成桌椅，或者当柴火烧，那可是真惨。小姨，树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你们现在就是小树呀，小树就会被大树欺负。如果你们受点挫折就放弃，还怎么长成参天大树？小姨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努力吸取养分，争取成为一棵大树。这就对了，成长的路上都很难，你们在成为大树前要注意防虫，树又不能动，怎么防虫？这事儿好办，鸟类喜欢在树上建窝，找它帮忙就好了呀。小姨，等一下。这样就能看到肉啦。小姨，可以了。姑娘是来送孩子启蒙的。听闻青山书院教得好，便带2个孩子来试试。不知你这儿还收不收启蒙的学童？青山书院常年招学子，只是……夫子好，小姑娘好。姑娘怕是有所不知啊，青山学院不收女弟子。啊？为什么？《礼记》内册有云：7年，男女不同席，不共食。姑娘并非赵某刻意刁难，只是这书院并非我一人所开，
若为他破坏规矩，怕其他学子也不同意呀。为啥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啊？在原始森林，各种树都是挤在一起生长，动物也不分雌雄，咋到人类就开始分开了？不行，我还得多买几本书，了解一下人类生活习性。小姨，让弟弟去吧，本来我也不想进私塾。小姑娘，你虽不能进私塾，但可以姑夫子去你家讲解。听村里说读书很贵，小姨挣钱不容易，不能再添麻烦了。我喜欢挖草药，以后我跟在小姨身边挖草药。小姨亲自教你。小姨看过很多书，认识山上所有植被，只要你想学，小姨都教你。我一定要努力长成大树，不能因为私塾不收我，我就放弃成长。青山书院不同宣下私塾，启蒙庶孙要贵些，每年要2两银子。可以。今天有些晚了，你明天卯时3刻将孩子送来即可。你背篓。小姨，家里已经有很多书了，你咋还买？这书和小姨以前看的不一样。以前看的都是各种修炼书籍，哪看过闲书呀？还别说，人类写的书还挺深奥。就比如我手里这本《育人术》，看得莫名其妙。书中写你要含情脉脉地盯着对方，歪头摸下颚，时不时发出“作”一声，手指转动着胡子，所有的字我都认识，就是意思有些难懂，哪天找人试试。若寻常女子跑几下，估计就累了。我不是人，浑身有使不完的灵力。走你，搞定！怎么了？小姨，你一直这么种地吧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小姨，咱们将耕地租出去吧。我是来报恩的，又不是来种地的，租出去就租出去。行，听你的。姐，等我学完回来教你。那你要好好学，别回来都忘光了。你们是没看见，那牛车连个棚都没有。石燕，你给我从桌子上下来！我说的就是他，坐牛车来的。让我看看你屁股上沾稻草没？弟子规有云：凡是人皆须爱，天同覆，地同载。圣人教诲我们泛爱众。这位新同窗初来乍到，我等即便不能亲近，又何故欺辱？多管闲事！知远，正好你座位旁空着的，这位新同窗就交给你了。刚才这个小公子说的那些话，我一句都没听懂。原来书院吵架和村里大婶是不一样的。太残忍了，连杀3人呢呀！可不嘛，这县衙都出公告了，悬赏50两。恨呐，我不知那贼人藏身在哪。小姨，咱们干什么去？
上前去。这无难的好事我可不能错过。让让，我知道凶手在哪。你起开！在这里的谁不知凶手在哪儿？嗨，这跟谁俩的呢？让，我真知道凶手在哪儿。我说你一个女人不回家奶孩子，跑这儿凑什么热闹？你老的都快入土了，不照样和年轻人抢活？你咋说话呢？我管你印堂发黑，3日内必有血光之灾。起开吧你！你才有血光之灾呢！我知道凶手在哪儿。不要急，一个个来，一个个来。所有知道线索的，按人名登记。经核查，发现有虚报假报骗赏金的，正刑20。我在县城混了10几年，小有名气，半仙这个名字也是大家给我起的。衙门这几个差爷也都认识我，平日里没少呵斥我妖言惑众，赶我离远点儿。现下和这丫头杠在这里，若我此刻退缩了，让城里百姓怎么看我？这以后谁还找我卜卦？我知道杀人犯在哪儿。胡闹！衙门断案，岂能儿戏？王捕头，城东护城河里发现了一具女尸。你2人最好知道凶手在哪儿。你疯了！竟信妇孺和江湖骗子的话。那你说如何能找到凶手？哼！你们2人随我进来。原来这就是书中所说县衙门好卖，利益脸难看。去！你们知道凶手在哪儿？禀大人，我需看下现场。草民算出他在城东，大人可派人去查。废话，满城都知城东出了命案，我用你算？大人，小的不会算错的，他真的在城东。带着女的去案发现场。是。我倒要看看这姑娘怎么找到凶手。不可破坏物理场景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卜卦。我还以为你多神通广大，原来也是3教9流。活该被大人踹，我现在都想踹自己一脚了。这都什么事儿？竟带着2个骗子开现场抓凶手，这传到同僚耳中，不得被笑死？城东桥头左转，运来客栈，天字2号房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反正你们现在也没线索，不如去看看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要快，去晚了又是一条人命。你不跑吗？我为何要跑？你不也算到凶手在城东吗？我那是祖师爷指路，你一个糊弄鬼的骗子，还是趁早离开吧。小姨，你看那，孟宏德怎会出现在县衙？主簿，
我那侄子孤苦无依，实在可怜，我想将他户籍迁到我名下，也算有个家。他都不认你了，你管他做什么？终归是我弟留下的血脉，他不认我，我不能不认他。2个孩子在同一户籍上，你把孟安慈迁走，就只剩孟安芷一人了。难不成让6岁的娃娃自立门户？小姨，你笑什么？想看戏不？那小崽子竟然去书院了，我儿子还没读书，他……金善瑶不是能挣钱吗？金善瑶就得供我儿子上学，他若不掏钱，我就不让孟安慈参加科举。孟宏德，我念着咱们幼师的情分，想帮你一把，没想到你心思竟如此歹毒。你走吧，从今往后，你我莫再来往了。孙兄，孙兄，你听我说。老三，是你在捣鬼吗？老三，我错了，我求你高抬贵手，别缠着我了。小姨，是弟弟回来了吗？可恶，这段时间光学骂人了，一句安慰人的话都没学。不过不怕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金善瑶了。算了，多说多错，不说不错。爹，你是不是回来了？爹，你看见我没？爹，咋看不见你呢？真想抽自己大嘴巴！夏恩什么现在好了？原来做好事不但能修复内丹，还能增长功德，这可是神仙梦寐以求的东西。干什么呀？你们别围着我！大师，求你帮我算卜卦！哎呀，大师，你帮我算算，看我什么时候能脱贫！大师，您看看我印堂饱满，是不是大富大贵的命啊？让开，杨知县要接见大师，谁在妨碍公事，论罪处理。用我了，就半仙的枪，用不着了，这连个正眼都不给我，真是世态炎凉，人心叵测呀！哎呦，大师，可算是把你请来了。最近我管辖区连续发生多起命案，若抓不到凶手，恐怕乌纱帽都保不住了。50两。啥？赏金50两，你不会想赖账吧？哎呦，快让账房支50两银票送来。不知大师怎么称呼啊？大人贵人多忘事，前些日子我还在你这儿打过官司。我叫金善瑶。原来是金姑娘啊！失敬。多谢金姑娘帮忙。以后若有类似的案件，还得麻烦你啊。好说，能有机会长功德，我当然愿意了。走，咱们接你弟弟出来吃饭。哎，来了！
师兄怎么认识我？你小姨在书院外等你呢。小姨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小姨带你们去吃饭，走，去酒楼。哇！姐，你们今天没回小河村吗？没，小姨帮杨知县抓坏人了，挣了50两银子。小姨还说带咱们去见世面。啥是世面？有阳春面好吃吗？管他啥面，能吃饱就行。对了，你在书院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客官，本店门前不能停车。他们怎么能停？这可是本店客人的马车。又是马车，实验就是嘲笑我坐不起马车，只能坐牛车。没想到状元楼也看不起牛车。牛车怎么了？我们也是来吃饭的，将我的牛车停好。小气了，虽然比县衙豪华，但是威严不够。小姨坐牛车怎么做出马车的气势啊？客官，需要点什么？蒸羊羔、蒸鹿尾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煮卤鸭、酱鸡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香肠、什锦酥盘，全来一份。什么？难道又说错话了？你没听懂吗？我说全来一份。姑娘，这一强下来少说几十两，你3人真吃不完的。书上说伙计会看人下菜碟，这是不愿意给我们下菜碟啊！哼，我毕竟是读过书的人，岂能让伙计给拿捏了？胡子，我没有胡子，这不省了。这姑娘长得人模狗样，不像是个登徒子。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哎呦，姑娘看这面生是第一次来本店吗？哎呦，不是小的多嘴啊。您点的这些啊，全是本店的招牌菜，这价钱嘛，可否看下姑娘荷包？他们吃饭前也要看荷包吗？高速后厨，上菜。别太常有，清白不常有，我要守住做人的底线。我就说读书有用吧。吃饭。小姨，你那50两银子够吗？若是小姨给不起钱，我和姐姐留下来刷碗，也不知道掌柜能同意不？刷快点儿，还有3天呢。好吃，比李婶做的好吃多了。你们快尝尝。吃吧，退也退不了了，大不了多刷几天碗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，明天咱们还来。小姨，我还要去书院，不能天天来这儿刷碗。
啊？刷啥碗？啊，不用你刷碗，小姨有钱。掌柜，结账，再给我打包1桌带走。好嘞，姑娘，一共23两银子。还好钱够了。喏。好的，来人，打包给姑娘送到车上去。原来他们不是看不起牛车，而是看不起牛车上的人。若我足够有钱有权，即便坐牛车，也没人敢怠慢。大师，真的是您吗？哎，有事儿说事儿，别动手动脚，树皮都快被你撸掉。我叫李德全，是医馆东家。半年前元宵佳节，8岁儿子被人群挤散。大师，求您帮帮我！我也报过官，雇过人，贴过告示，赏银牌料都没有找到，我实在是没办法。说孟安指和孟安慈被人偷走，不行，不能破杀戒，灵丹会裂的。大师，我求您了，我只卜一卦，多少钱都行。自从孩子丢了，我整日不敢合眼，一闭眼就听见孩子的求救声。我这半年也不知道他饿到没、渴到没，有没有挨过打。是我这个当父亲的没用，连孩子都看不住。不怨我娘子偷我河里，我真该死啊！卜卦寻人1文钱啊？啥？我说1文钱一卦。8年了，我倾尽所有家财，没想到有人愿意免费帮我。我算。你儿子叫什么名字？走时穿什么衣服？身高多少？是胖是瘦？越详细越好。他最爱穿短褂，瘦瘦的，喜欢在河边玩耍。他耳垂上有颗痣。小姨不怕，有我在，雷劈不到你。小傻子。大师啊，可算出我儿子在哪儿了？进去说吧。对不起啊，大师，是我心急了。大师去我医馆避避雨吧。大师，后院有我娘子留下的衣服，可用来更换。不碍事，几滴雨一会儿就干了。城外土地庙第3棵树下，你去寻吧。你什么意思？他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这个江湖骗子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我不用你算了，滚！别站在我家屋里，给我滚出去！小姨，他儿子真的死了吗？你该回学堂了。小姨姐姐，我回去喽。小姨，咱们还在这儿摆摊吗？李德全已经够惨了，若在李家门口免费给人看病，我怕李德全会杀人。要不我们站远一些？好。
金姑娘，你这是？仁善堂的钱掌柜，有事吗？你到我医馆门前免费看病，这不是砸场子吗？金姑娘会看病啊？略懂些。给人看病，姿势体大，半点马虎不得。诊脉、开方、抓药，哪一步错了都会闹出人命的。金姑娘要慎重啊。多谢钱掌柜提醒，我会认真把脉，斟酌用药。我是在提醒你，我这不是在轰你吗？金姑娘，那里地方宽敞，你可以去那里摆摊。这地方虽偏，但位置够大，牛车停那儿正合适。你人还怪好的，谢啦。去，拿2个椅子给他们。掌柜的，都是行医看病，他摊位摆咱铺子门口算几个意思？还免费看病，别到时候治死人，影响咱们铺子名声。哪那么多废话，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。金姑娘，你们怎么不做呀？可怎么解释盘根这个词？我总不能说我是棵树，喜欢脚踏实地的感觉吧？我这不是正要做的吗？掌柜的你就过来了。这姑娘有点意思。你说她重视孩子吧，那孩子在她手里边跟麻袋一样拎来拎去；说不重视吧，走哪儿带哪儿，生怕丢了。钱掌柜，我见你生意络绎不绝，为何我蹲了近1个时辰，也不见有人上门问诊？合着你上我门口免费看病，还让我教你怎么抢生意？金姑娘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能免费看病的都是些什么人呢？穷人。对，是穷人。穷人没钱呢，才会想免费看病。他们呀，多半是生活困苦，只顾温饱，哪有钱去读书呢？你们将免费看病4个字举到他们面前，他们也不认识。多谢钱掌柜提醒。嗨，感谢就不必了，下次有猴头菇记得卖给我就行了。钱掌柜放心，下次得了猴头菇，我一定送到贵铺。这姑娘的人情味不稳定，时有时无的。莫不是在山里待久了，脑子木了？罢了，她这年龄了，都能当我闺女了。一个人养2个孩子也不容易，能帮点是点。免费看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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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免费看。小姨，我嗓子疼。给，歇会儿。姑娘，你真能免费看病吗？老人家快坐。我最近这肚子跟灌了气一样，胀得疼，顶得我饭也吃不下，水也不敢喝。安直，你过来，将手搭在脉搏上。姑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老人家，你别怕，这是我弟子，我想借你的病教教他。不过你放心，病症和药方都我开，不会影响你。若不是家里没钱，谁敢来这种免费的地方啊？记住它的跳动规律，这是弦脉，弦脉主气滞、肝郁、腹胀般嗳气，胁肋闷胀时，弦脉尤为明显。老人家，你跟我走，咱们去仁善堂开方子。
秦掌柜，接下笔纸呗。拿去，1日1次，3天见效。谢谢姑娘。哎，老人家，等等，我对你的病症很感兴趣，可否让我把一下脉呢？也免费吗？免费。没想到金善瑶真是会看病，而且这药方也是开得精妙准确，就连我都开不出这么好的方子。老人家，你这个病啊，吃这个药正合适的。多谢二位。没想到小小年纪，医术竟然如此精湛，在下佩服。化形千年，山里动物有病都找我救治。所谓的医术高超，全靠活得久、经验丰富吧。大雪下的猛，盖过了瓦古楼，黑猫变得白，黄狗变得肿。就是他，他是大师，我找到昨天进仙崖的大师了。排队，不排队不给看啊！这么多人，我得看到什么时候去啊？不行，我是来报恩的，不是来人间算卦挣钱的。卜卦只寻人和物，其他一概不算。一天只卜一卦，治病每日3诊，看完为止。哎呀，你没听大师说一天只算一卦吗？离我远一些啊！一身死猪味，熏死我！大道是你家的呀，你算你的，管我在哪儿站着，算不算？不算，给我腾地方。大师，我相公养了个外室，我找了许久都不知道他藏在哪儿，你帮我算算呗。10两。啥？10两银子？你疯了吗？你莫不是看我好欺负？漫天要价！不想算，就将机会留给后面的人。啊呸！10两银子，我找张半仙都能算20回了。大师呢？我看就是个钱串子。你来试试。感觉出什么没？脉搏跳动无力，好像是细脉。那个瓜娃子，俺咋的是细脉了吗？俺是个男的。细，我说的是细脉，跳得弱。老人家，不是说你怀孕了，是说你长期吃不饱穿不暖，身体发虚。俺就想问，俺还能活多久？天塌了，全是不认识的字，这世上咋有这么多我不认识的字？背完这招还有下一招。你这闺女，那俺寻开心。俺要有钱买药，还上你这儿看病吗？小姨，咱家是不是出事了？慌什么？有大黄和小黎在，家塌不了。孟家小姨可算回来了，你家大黄傍晚叼回只傻狍子，这
这么大一只！哦，孟家小姨出去一趟，挣不少钱吧？都敢吃状元楼的菜了。等明天拿去状元楼，问问他们收不收。狗眼看人低，挣了点亡命钱，不知咋嘚瑟好了，还吃状元楼的菜，也不怕噎死。哎呦，哪来的野猫？离我远一些！行了，瞧你酸的，你要是有会打猎的狗，你也能吃上状元楼的菜。哼，呸！谁酸了？等灾情过去，我买只母狗和大黄配种，好好养着，也能给我上山猎只傻狍子回来。你才配种，你全家都配种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杀人案，凶手抓到了，你猜是谁提供的线索？我不猜，我就想知道明天吃啥。嗨，你个懒婆娘，是一点脑子都不爱动。我听说是个卜卦师算出来的。孟红叶，你有病呀！大晚上的，我肚子饿得咕噜噜叫，你让我猜这猜那，我猜你背着我和儿子偷吃了。老子有点吃的都给你娘几个了，我啥时候偷吃了？老三家那个穷亲戚，他算的。金善瑶？对，就是他。听说衙门赏银50两。这么多！高媒婆说金善瑶弄了好些食盒回来，是状元楼的菜品。你说我去讨好1、2，咱家是不是能分点儿？你先别去，那女人邪性。大哥今天撞鬼，我怀疑和他有关。我听大哥嘴里叨叨着老三的名字，说什么再也不敢打2个孩子的主意了。我警告你，这段时间不许给我惹麻烦。再把老三招回来。呸！屌丝娘就不是个东西，那俩孩子再怎么说也是孟家骨血，非撺掇着大哥卖了。你也不是啥好东西。行了行了，跟你说点铁子话，瞧你眼睛不是眼睛，鼻子不是鼻子的。睡觉。哎呦，小姐，缰绳给我，我替你停去。不了，去问问你家掌柜，收傻狍子不？傻狍子？好捡呐！金大师，你怎么站在外面？快进屋！昨天是在下有眼不识泰山。我们早饭吃过了。今儿就想问问你，收傻狍子吗？收。金大师以后有猎物，尽管送我这儿。猎物不猎物的不猎不重要，主要就是想结识金善瑶这个人。没想到金善瑶瘦文弱弱，力气这么大。来人，将傻狍子带到后厨，再取来5两银子。狍子肉50文一斤，你这93度是4650文，方便算账，我就给你5两银子吧。咱们要长久合作，账目算清些好。大师说的对。小姨，来咱们这儿看病的都没钱买药，他们的病是不是治不好了？有病不吃药，死得快。小姨，咱们采回来的草药都用来练手了，我可不可以给他们用？可以，只是有的草药需要炮制，我只教你方法。
至于要给谁用，你说的算。那我多采一些。今天我看老乞丐脚踝化脓了，小姨，你能先教我做金疮药吗？可以，我不插手人间因果，安直想帮我也不拦着，这可是难得的学习机会。希望他早日精通药理，我也好早日回天庭做神仙。